太平年最新剧情来了。上一集讲到七郎把胡司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，即使有水丘公和九郎都苦言相劝，但是七郎偏偏听信了小人谗言。再加上七郎现在还只是试用期的皇帝，也就是刘后，并没有真正大权独揽，想动胡司马更是名不正言不顺。很显然，咱们天真无邪的刘后并没有做到，他不仅没有给胡司马好脸色，还在宫殿周围布满了伏兵，为了让胡司马露出马脚，找到发兵的理由，甚至不惜公然以身挑战权威。刘后，当然杀牛和吃牛肉也只是在指桑骂槐。刘后，臣弟不胜酒力，恐失仪态，起更衣。九郎看情形不对，直接尿遁走人。结果刚出门便听到刀剑碰撞的声音，而另一边七郎还在咄咄逼人，而大司马并没有露出一点马脚，急得七郎握紧了杯子。眼看胡司马依然没有动怒，七郎继续作死，并且当众羞辱。吾曾听闻，大司马早年间……九郎一场酒疯化解了一阵刀光血雨，七郎冷静了一会，酒杯拿起又放下。丞相似乎也看到七郎的神情，马上和稀泥。在众臣再次把酒言欢之时，水丘公悄悄出门，找到了何承训的伏兵，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呵斥伏兵离去。你若敢不奉君谕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！就这样，火药桶之中的宴会草草结束。甘冒奇险，水丘公找七郎说理，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绑架水丘公。水丘公近日在殿上演后人，却不料水丘公天下第一君子，不是浪得虚名，不仅教育了七郎一番，还喊话七郎背后的小人。究竟是何人敢对刘后出此悖逆？九郎回家与媳妇复盘，怕是等不到何承训的兵进大殿，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。七郎与小人也在复盘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，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。此处给出一个细节，七郎带着的扳指由白变黑，也暗示着七郎决定一条路走到黑。他命令何承训直接当面向胡司马下战书，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啊？另外一边，上期咱们提到九郎的新智囊葛强找上忠顺都，你们有甲吗？有，够数吗？够。困，都得给我披甲睡。九郎的核心班底听着就靠谱。另外一边，何承训也找上了胡司马，直接挑明。刘后，何承训不敢公开出卖七郎，但又为了活命，又为了除掉前日才官大一级压他的水丘公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！这时候胡司马也上头了，无论何小人说的话是真是假，他都决定先下手为强。点兵完毕后，孩儿们，随老夫进宫。胡司马让何小人这个禁军老大打开宫门，一路便畅通无阻。连巡视的官兵看到胡司马亮剑之后，秉持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，尔等要弑我的军法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遵命。而这与九郎的兵形成鲜明对比。宅子是死物，不用，护住囊军就行。这满满的安全感。另一边，七郎被惊雷炸醒，老太监跌跌撞撞找到七郎，还没说完话，胡司马就已经杀到了七郎面前。七郎逼胡司马反，而胡司马反了，七郎反而不乐意了。当然，胡司马也不有意想反，真要是给七郎一刀杀了，便坐实了谋反的名声。他真正想要做的是让小心眼的又菜又爱玩的七郎让位。另一边的九郎也收到消息，施主，九郎让胡司马单独见面谈判。胡司马刚坐下，九郎就不合时宜的开了句玩笑：“我好好说话。七哥还年轻啊。”小编这里都看乐了，但是老司马一番肺腑之言，字里行间无非就是说七郎要逼我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但听见胡司马说七郎还活着，九郎立马转变态度。活的，活的，谢令公雅量。另外一边，九郎的贤内助也在助攻，直到今晚要拼命的忠顺都一真阳不够吃，立马管够。另一边，胡司马一句死人要给活人让路，冒犯了先皇六郎，九郎这小性子就拾起来了。七哥行事有关，请拔剑。可谓是一物降一物。90岁的老司马不怕尸山血海，不怕造反，就怕这讲道理的敢刺杀吃人将军张彦泽的20岁九郎。老司马立马道歉，竟是提前上演了3辞3让的上任皇帝的流程。三州父老，奉养之意。不得不说，这是有史以来上任最容易的皇帝了。人在家中做皇位从天上来，但此时九郎却十分清醒，他怕他答应了胡司马，又会有另外的清君侧的势力出现，暗中派出人手，回不了头了。
另一边，咱们的七郎可是吓坏了。刘后，喝口水。老太监苦口婆心的又是一通说教，说其实本没有想要谋反的人。此时的七郎依旧是想不通。其实佛门有句话能解释七郎的困惑，道果为因。但是七郎偏偏听不懂，反而道德绑架老太监，让他出宫去找水丘公救驾。前有何承训冤枉，后有七郎点名，水丘公离下线又进了一步。不一会，老太监豁出去绑了胡司马的儿子。偏偏这60岁的将门之后是个软蛋，一番大惊小怪，调虎离山。小太监从另外一边逃出了宫。当然拿下老太监之后，小胡也没有伤了老太监性命，休杀他性命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他其实也是没有谋反之心的，和胡司马一样，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为了弄清楚老太监传出宫去的是什么东西，小胡直接对七郎动粗，哪料七郎为了活命，还是出卖了别人。皇威手里的东……听到这一幕，三朝老太监心都碎了。小编看到这里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水丘宫人在家中做祸，从天上来啊！换一边，九郎出门，小人和程训立马便墙头草。可咱们九郎就不吃这一套，当众废了小何。很快，宫中的消息也传到了胡司马手中。早先胡司马就忌惮水丘宫，加上这晚是你死我活的局面，这不小人和程训又接到了单子。虽说和程训是个小人墙头草，但也是一员武将。而现在这把刀又对准了水丘宫，结果注定。皇宫那边，九郎要求与七郎单独见面，又是一通说教，咱们直接略过。但此时此刻，七郎也看清了现实。小编看到此处，只得感慨一句：时势造英雄。九郎上位后，先请七哥偏殿休息，然后命令朝中重臣连夜入宫。可惜三朝重臣，天下第一君子马门都已经被屠杀。第二天朝堂之上，胡司马还想蹬鼻子上脸，亲自押解边管。怎料咱们的九郎不是七郎那样有勇无谋。九郎轻松回对胡司马与小胡之后，新官上任3把火。第一，写信给中原汴梁后汉，知晓他九郎当吴越王了。第二，直接夺胡司马兵权。在所有人捏一把汗的时候，九郎大喘气。知政事，虽说官职升了，而丞相却是文职。一方面解除了胡司马兵变之危，又给足了他的面子。第三，则是给水丘公升官。在众人错愕当中，接下来请诸位欣赏高光时刻。万岁！九郎虽然悲愤，然而却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。小人和程训死不足惜，但是此时与老胡闹掰，则又是一场光明大。老胡虽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然此时的场景，此刻的吴越心主，令他生不起半点谋反之心。行朔望之参。九郎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，直接上门看病，这可把小胡看得心惊胆战。昨日殿令公是第3人。老丞相自是相信九郎不会做那糊涂事，而九郎不负所托，给老胡对症下药。这吴越，这时候老胡也终于真正看清了九郎的真心和底线了。真心贵服，水丘公的话从九郎嘴里说出来了。吴越，水丘公泉下有知，看到这一幕也该欣慰，九郎终究是成熟了。至此，太平年28到30集完，明日继续最新剧情，点击订阅不迷路，再会。